大家好，我是大佩。今天影片呢是要跟你们分享我们要出新产品了，就是之前就有出的这个不能没有唇膏的雾面款，我们要出8个全新的颜色。然后，如果之前没有入手的朋友啊，我还会再跟你们分享一次他们的外包装啊，整体的设计。那其实就跟之前的是一样的，外形呢是金属发丝纹，然后这个盖子呢是磁吸式的。那打开来呢，里面是这种靠壁式的，所以它就不会在你涂抹的时候被你折断了。那内容物的质地啊，跟之前是一样的，就是雾面的，然后以舒适为主，非常的滋润。那视觉上面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光泽，可是它的质地上面是比较丝滑感的，比较滋润的。那我自己啊，最近因为为了要录这个影片，我最近将近1周都没有做唇部的保养，没有擦护唇膏，然后后续的刷色啊、试色也都没有擦任何的护唇膏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唇膏实际的表现，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。然后我们也没有添加任何的香料，所以是没有气味的，不用担心说擦在嘴巴上面一整天都一直闻到唇膏的味道。这次呢，跟之前一样，我们又有推出就是预购的时候的限量的包装，内容物啊都是像这样子咖啡色的这个外壳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你们可以看到有分成2款，这个是这4支颜色，我会把它分配在比较大地色系。如果你喜欢大地色系的话，就可以参考这一组。那另外一组呢是比较活泼的莓果色系的颜色。然后呢，这个包装呢就跟之前的上一波的预购是一样的，是我自己设计的。然后我有讲过我的灵感就是发想自小时候很常用的那种铅笔盒，有很多按钮，按了之后还会这样弹起来，然后你的笔就一支一支立起来，这就是我的发想。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包装，那上一次预购有买的人也觉得这个包装还蛮有趣，所以我们就继续使用它。那如果呢是之后就是不是预购了，是正式上市可以单支购买的话呢，包装就会跟之前是一样的，是这种外盒纸盒是这样。虽然之前已经有玩过很多次给你们看，但我还是想要再分享一下，因为可能会有新的朋友。就是打开来是这样的，然后一排4支，然后铅笔盒，神奇的铅笔盒原理就是这样，拉着这个缎带，它就一支一支的弹出来。我还记得之前有人说这样子的包装啊，看起来很像高级的黑巧克力，有很好吃的感觉。然后我很喜欢他们这样一排，然后立在那个化妆桌上，然后等着我每天要挑哪一支出来用，觉得很童趣，很喜欢这个包装。然后我要特地说明一下怎么收回去，因为之前就是上一批，好像去年还前年开卖的时候啊，有人很纳闷，那这样拉起来之后，拉起来一个快感，可是要怎么收回去呢？如果这样一起按，会按不回去，因为这边有一个缎带嘛。然后我这次要在影片里面说明怎么收回去，不过我之前有录短片放在 IG 给你们看，就是这样，一支一支按回去就可以了。那再来呢，我要来公布我们这次准备什么小礼物，就是跟这个唇膏组做搭配。之前呢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我们第一次出这系列唇膏的时候，搭配的是我手绘的喵喵镜。然后一直有很多人来问我这个会不会再出现，再当做唇膏的赠品，是不会的。我们这一次准备了别的礼物送给你们，就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唇刷。这个唇刷呢，跟那种扁平蛇状的那种唇刷是不一样的，它是晕染唇刷。因为这系列的唇膏呢，它的选色我觉得有很多种用法，所以呢，出这种晕染唇刷可以让这些唇膏的表现达到最好。那这个晕染唇刷呢，我在做的时候，我特意把它的这个刷头变小，因为其实有很多这种模式，人家会说什么手指刷啊之类的，这种类型的唇刷，它的这个刷头常常都很大。那我自己喜欢在擦口红的时候，要模糊这个唇周的线条，让它不要这么锐利的时候，那种太大太胖的头，我就会涂得乱七八糟。所以呢，我这次就做了这个，我自己也留好几支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，就是这种比较细的头，然后呢，让你可以比较
精准的在这个唇线的周围，轻轻的把它模糊开来。然后呢，除了它这个尺寸可以刷唇周之外，譬如说你要做咬唇啦，或是你唇膏上底部一个颜色，中间要叠别的颜色啦，再做这种晕染都非常的好用。然后在刷毛的选择啊，它是人造毛，那是比较有弹性的那种。因为如果我试了很多不同的毛质，这个毛啊如果太软，它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做晕染的工作，它会把你的这个唇膏弄到外面去，或是你本来有2个颜色要这样子，中间晕染它会把你混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它必须一定要有弹性，才可以很精准做它该做的工作。所以它是比较硬挺的，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完全不会刺，所以不用担心说这么硬挺的唇刷会不会一直刺嘴巴啊，然后在这个晕染的过程拉扯啊，刮的嘴唇不舒服啊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。然后尺寸大概就是小于一个巴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跟你们分享我设计这一系列的颜色。这一次的颜色啊，都比之前来的重一点。因为，其实以往录影片的时候都是跟你们分享我喜欢的东西，可是透过你们消费的行为啊，你们特别爱买什么颜色啊，这样我可以了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东西。像我们上一次出的 Vintage 那个颜色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，也是我们所有唇膏里面卖的最好的颜色。那很多人的反馈都是说，这一支啊，它厚涂的时候大家喜欢，它薄擦的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参考你们的喜好呢，我这一次设计的颜色有很大部分，如果你们看形象照 ，IG 上面形象照就会发现，很大部分的颜色都是很重的。因为我这次希望可以让大家买一支唇膏都有2种不同的妆感。薄擦的时候和厚涂的时候感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次不想要再送，就是之前我做的镜子，我想要设计新的唇刷给大家，就是希望你们在不同的颜色之间的搭配啊，或是单独使用，或是咬唇，都可以有更好的效果。因为我这次的颜色做比较重嘛，所以你把它推开来，在搭配上面啊，都会有很不同的感觉。那再来呢，我就先分享就是这一组比较大地色系的4支，就从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，然后跟你们分享我为什么这样设计它，还有什么功能，然后还有它的命名有什么理由。那第一支要分享的呢是5号 Pinky Nude， 其实听名称就会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带粉色调的裸色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做了2个裸色，等一下会分享另外一支，都是很适合上班上课的时候用。那这个裸色呢，虽然我说它是裸，但其实它并没有很浅，它的饱和度是很够的，所以厚涂跟薄擦就会有2种完全不同的妆感。因为让大家厚涂薄擦有不同的感受，就是我这一次设计的要点。所以尽管是裸色，我也希望它的区别可以出来。它薄擦的时候啊，非常的自然，甚至你不用化任何妆，也有提气色的效果，也不会突兀。那厚涂的时候啊，其实是很衬气色，很衬肤色。尽管它是比较带裸的，但是因为不浅，浊度也有出来，所以很衬我们东方人的肤色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第2支裸色了，这个是6号 Peachy Nude。这一支啊，我就是想要跟刚刚那个 Pinky Nude 做一个区别。就是它也是一样的地位，就是很适合上班、上学、通勤使用。薄擦厚涂一样反差是很大的，可是呢，它的主要的基调就是有点橘棕色的调性，所以看起来啊，会比 Pinky Nude 再沉稳一点、再知性一点，就是符合大家不同的喜好。那它薄擦的时候啊，看起来会比较有一种文青风的感觉，但它厚涂的时候，颜色那个饱和度出来啊。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成熟、有气势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 Peachy Nude 跟 Pinky Nude 2个是蛮不一样的裸色，所以就看你们喜欢哪一种，然后都是很适合日常上班上学使用的。接下来是7号，这个色号叫 Busy Me。其实这个颜色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我现在嘴巴上面的颜色，我非常非常爱这一支，但是这个是8色里面我最后才确认我要做的颜色。因为尽管我真的很爱这个颜色，但是我会担心大家可能会用不习惯，接受不了，因为我知道这个颜色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怪怪的。我现在的用法是先把它涂饱和，
然后唇周边缘的地方啊，再用我的这个唇刷慢慢的往外晕染开一点点，所以看起来颜色是重的，可是它并没有很锐利的感觉，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擦法。那这个颜色为什么我会说它看起来怪怪的呢？因为它乍看之下是棕色，但它其实有紫色调，而且不是那种很亮丽的紫色，是很浊的那种深紫色的调性，所以它看起来有一点怪。但我真的非常非常爱这个颜色。我之所以会取名叫 Busy Me， 是因为这个颜色啊，擦起来就是涂饱和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它让人有一种就是酷酷的感觉，但是也不是很不日常的那种，就是那种距离感，好像有一种我很忙，你们大家都不要来烦我的那种酷酷的感觉，有一点特别，又有一点自然，有一点日常，又不是这么日常，所以这一支是。如果你有很多的唇膏，你想找一支特别的，我真的是极力最推荐，就是这一支7号 Busy Me， 这个算是我为我自己出的颜色吧，因为虽然很担心大家用不习惯，最后还是出了。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在未来几年呢都不要把它用完，我都自己有囤货可以用，所以我就把它做出来了。然后希望你们不要被它的颜色吓到，觉得它看起来很怪啊，看起来很不日常啊。其实真的不会，我真的很常使用这一支，大推荐。第1名大推荐，跟等一下有一支也是并列第1名大推荐的颜色。接下来呢是8号，叫做 Leather。这一支呢，它其实看管身你会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红色，但它擦起来虽然它乍看之下是红色，但它的调性其实是带那种深棕色的调性。有人会觉得它可能跟枫叶红有一点像，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橘，它的基调更沉稳一点。那这个颜色我之所以会取叫 Leather， 是因为它一直让我想到那种很复古、很有书卷气的那种木头书桌，上面铺的那一层皮革，就是你会在上面写字啊，然后盖章啊，底下垫的那一层桌垫那种皮革，有一种仿旧复古的感觉，然后有使用过的痕迹，有微微的上了蜡的那种感觉。虽然是雾面唇膏，它只让我感觉到那种皮革上的蜡，然后暗红色、棕红色那种很知性的味道，所以。这一支呢是，如果你喜欢红色唇膏，但你不敢擦那种太偏离大地色系的，也许可以从这一支开始。那以上4支呢，就是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大地色系的这一组里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这个莓果色系的这一组。接下来呢是9号，这个色号我取名叫做 Aoi Rose。Aoi 这个应该是日文。如果你有在种玫瑰，或是你的朋友有在种玫瑰，你就会知道这个品种。这是一个日本的品种，中文叫做葵。这个品种啊是最经典、最典型的复古色玫瑰，所以呢，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品种玫瑰的颜色。那这个颜色发想呢，其实也就是它的名字，因为我有种一颗这个品种的玫瑰，我非常的喜欢。那它的花色啊，我常常会觉得，这如果拿来做唇膏，不知道有多知性、多柔美，所以我就真的把它付诸行动，做出了这一支 Aoi Rose。这个颜色啊，它虽然是粉色调，有点紫色调，它因为它是复古色，它有很明显的灰调在里面。那我实际在调色的时候，也确实是要加黑加白，出现这个灰让它灼之后呢，还要加一点土黄，让它有一种土黄的灼度。接下来才把粉红色的元素放进去，这就是这个唇膏调色时候的流程，这个基调就是这样出来的。接下来呢是10号 Lazy Me， 为什么叫 Lazy？ 因为这个颜色让我有一种很慵懒的感觉，它的那个调性啊，跟刚刚 Aoi Rose 是很像，可是 Aoi Rose 是那种温柔的感觉，可是这一支它也是灰紫粉色调，但它更浊、更沉，看起来除了温柔之外，还多了很懒的感觉，很慵懒的感觉，所以这个颜色也是我认为。大家可能第一眼会觉得怪怪的，可能用不习惯，但我也觉得很美的颜色。那它薄擦跟厚涂啊，也是2种不同的妆感。这种很浊的、很重的深粉色啊，非常非常的有趣。所以如果你们对粉色系的这种浊粉色是有兴趣的话，真的可以试试看这一支 Lazy Me。接下来呢是11号 Modern， 这个颜色啊，就是我刚刚跟前面那个 Busy Me。并列第1最推荐的颜色，这2个我其实没有办法
如果最推荐，我没有办法选出一个。这个 Marden 它的发想是源自于之前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家的 Vintage 那个颜色，这是它的算是2个相反的概念。像 Vintage 我的那个发想就是一种复古的、自然的粉棕红色调的感觉，尽管它看上去是红唇，但是它会让你有一种慵懒的红唇，很浪漫的感觉。可是这个 Marden 这个颜色啊，它是正红色，我不要它太暖，也不要它太冷，然后它是重的，但是它也没有太深到有种黑感，所以这个在这么多中间平衡的正红色啊，我觉得是很现代的感觉，然后很直接的感觉，很美。那它给我的那种气质，我觉得是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很独立，但不是很有侵略性、很凶的那一种。然后这个颜色的薄涂太厉害，我很喜欢它薄涂，因为它薄擦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好清新、很青春的感觉。我想也许是因为它的那个红啊是比较中性的，当它变薄了，透明度变高之后啊，它就会有一种嫩感跑出来。所以这一支的薄擦和厚涂的反差之大，非常非常的划算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我们之前的 Vintage，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我们这支 Modern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，因为这是2种概念截然不同的红色。接下来呢，12号这个色号叫 Gaia， 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支。这个 Gaia 呢，是我觉得这8支里面最坏，然后最有一种邪恶的感觉，恶魔的感觉。为什么叫 Gaia？Gaia 是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葡萄酒的酒厂，它的色调我觉得就像葡萄酒的色调，它的那种紫红色啊，非常非常的性感，我自己觉得很性感。然后它薄擦的时候啊，那个嫩感真的是非常的显著，因为它的那个紫红色调很重嘛，然后它一旦有那个透明感之后啊，它那种果冻感，然后有一种好像它薄擦的时候会很像你擦了 tint， 然后卸不掉的那种红润感，有那种紫红的樱桃感，就是它薄擦的效果。但是它厚涂的时候，那个气场简直就是太惊人。它厚涂的时候啊，非常的显气色，非常显白。如果你喜欢显白的话，甚至会有一种吸血鬼的感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命名为 Gaia， 有一种很美味的葡萄酒的那种意思在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即将要推出的8个全新的雾面色唇膏。那如果想要知道详细的贩售的资讯呢，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。那最后我想要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雾面色唇膏的质地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产品就同一个质地，然后出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希望你们依然会喜欢我这一次的发想，就是用薄擦和厚涂是2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为主的发想，然后再配上我们的赠品，然后还有你们以前见过的组合包装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拜拜。